斗破苍穹》年番第62集预告已经更新了。从官方新出预告来看，可以说信息量非常多，从萧炎故意隐瞒一事，到美杜莎发现2处陷阱，再到小医仙登场，乃至于最后的2女大战。那么多的不说，下面大家就来看看吧。1. 萧炎故意隐瞒一事。首先就是萧炎了。在3上云岚宗大战结束后，云韵离开加玛帝国之后，萧炎自觉自己的修为瓶颈已经松动了，有望突破到斗皇境界，于是就开始准备丹药已闭关的地方，好突破到斗皇。想来想去，最终萧炎想到了一个很好的闭关的地方，这个地方不仅环境优美，关键还位置隐秘无人打扰。这个地方就是当初萧炎和小医仙生活的位于魔兽山脉的小山谷。想想也有好几年没有回去看过了，于是萧炎就带着美杜莎和紫妍一起去了这小山谷。至于为什么萧炎要带着美杜莎和紫妍，那是因为萧炎需要美杜莎为他护法，紫川则是因为修为也到了快突破斗皇的阶段，也可以来这个山谷闭关。只不过萧炎却故意隐瞒了一件事，不让美杜莎知道，这件事就是他过去和小医仙认识之事。因为美杜莎这个时候已经喜欢上自己，还怀孕了，如果让美杜莎知道自己和另外一个女子曾经生活在这个小山谷的话，只怕当场就会生气，这是萧炎不想看到的。所以最终萧炎选择了隐瞒，不让美杜莎知道小医仙的存在，更不让美杜莎知道自己曾经在这个山谷和小医仙生活过。自然了，萧炎不说，美杜莎也就不知道这件事了。萧炎看着眼前的小房子，陷入了之前的回忆当中。多年前在小医仙的带领下，来到了一处能量极为充裕之地。对于这地方，萧炎也并不陌生，这里正是当初跟随着采药队伍来到的那处遍地生长着药材的盆地。不过此次他却是在小医仙的领路下，从高空直接飞进了盆地深处。在盆地深处徐徐地降落而下，小谷中充斥的浓郁能量，让得萧炎满脸狂喜地深吸了一口空气，顿时精神为之一振。怎么样，这地方好吧？这里的小山谷与外面是完全的隔绝，而且天空上有浓雾遮掩，极为隐蔽，若不是一次小蓝偶然闯了进来，我恐怕也不可能发现这处奇地。望着萧炎那惊叹的神色，小医仙略微有些得意地娇笑道：的确很棒。赞不绝口地点了点头。萧炎目光在布满淡淡能量雾气的谷中扫过，却是再次惊喜地发现，山谷之中竟然还生长着各种珍稀的药草，一股股药香之味夹杂在雾气之中，让人心旷神怡。我们暂时在这里待一段时间吧，我的七彩毒经中需要配置的一些药草，正好这里有。偏过头，小医仙望着萧炎，语气中有着商量的意思。没问题。闻言，萧炎毫不犹豫地满口答应，这般好的修炼之地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遇见的，他心中可打算着最好能够在这里晋升成一名斗师呢。虽说山谷与世隔绝，只能依靠小医仙的蓝鹰才能飞跃出去，不过萧炎并不担心，有着药老以及紫云翼的他，若真出现一些变故，同样能够飞天而出。瞧着萧炎答应，小医仙也是笑盈盈的点了点头，对着蓝鹰吹了一声竹哨，任由它自由飞翔，然后领着萧炎步行至小山谷的一处角落，先指着那里的一处草棚，微笑道：这是我以前所搭建的，我们这段时间便居住在里面吧。呵呵，虽然是草棚，不过有美人同居，日子倒也快活。目光瞟过草棚，萧炎点了点头，偏头望着小医仙那玉般光洁的侧脸，不由得笑着调笑道。闻言，小医仙俏脸微红，娇嗔地白了他一眼，然后捂了捂小拳头，轻哼道：最好别以为我实力差，你就敢给我乱来。我可不想被你神不知鬼不觉地下了一些莫名其妙的毒。摆了摆手，萧炎笑眯眯的道：哼。俏鼻皱了皱，小医仙对着萧炎扬了扬玉手，道：我先去采药了，你随便到处走走吧。说着便是转身对着远处的一些草药行去。转过身望着那逐渐远去的小医仙，
萧炎笑了笑，也是对着反方向行去，嘴中轻声道：“老师，这里没什么问题吧？”此处的地形有些奇异，外界很少会有这般大规模的生长在一起的珍稀草药，而且不知为何，这里的能量也是极为精纯，不过正适合你的修炼。戒指之内传来药老的苍老声音：“在这里修炼1、2月，我想你应该便能成为一名真正的斗师了。”斗师吗？脚步突然的一顿，萧炎抬起头来，望着山谷上空那有些雾蒙蒙空气，缓缓道：“算算时间，我出来也已经有大半年了，而且距离那3年之约，似乎只有不到1年的时间了呀。”“尽量加快些速度吧。魔兽山脉的修行差不多已经快要结束，你的下一站可是塔戈尔大沙漠哦，嘿嘿，那里的苦修将比魔兽山脉更加艰苦与危险。”药老的笑声中透着些幸灾乐祸，无奈地摇了摇头。萧炎苦笑道：“我吃的苦难道还少了吗？呵呵，安心修炼吧。塔戈尔大沙漠虽然危险，可那里的蛇女可是斗气大陆的一绝哦，若是好运，说不定可以收个蛇女女奴，嘿嘿。”翻了翻白眼，萧炎懒得再理会为老不尊的药老，继续埋头探寻着山谷的环境。接下来的这段时间，他将在这里平静的修行，直到晋升成一名真正的斗师。2. 美杜莎发现2处陷阱，然后就是美杜莎了。从预告来看，萧炎、美杜莎、紫妍3人已经顺利抵达位于魔兽山脉的这个小山谷。在来到这里后，紫妍就好奇地东瞅瞅西看看，一副很好奇的样子。萧炎、美杜莎则是直接向山谷之中的小木屋去。就在萧炎上前准备推开木门进入其中的时候，突然美杜莎一只手拉住了萧炎的手。在很多人看来，这可能是美杜莎在故意秀恩爱，但其实不是。美杜莎这是敏锐地发现了这里存在着2大陷阱。第一个陷阱就是这木屋的门上涂有剧毒，因为美杜莎本体是七彩吞天蟒，不是人类，本身就对毒很熟悉，自然近距离接触之下就感觉到这门上有毒。看样子是这小山谷的主人用来防外人的，不让人进去，所以故意布置了一个陷阱，如果贸然接触这门的话，必然中毒。这个小山谷主人也必定不好惹，毕竟都用上毒了，常人可不会这样。只是美杜莎不知道这小山谷主人是谁，萧炎虽然知道是谁，但是他怎么可能说出来，只能继续隐瞒。第一个陷阱之后还有一个陷阱，这个陷阱就是这小山谷中隐藏着一个人，虽然气息微弱，不易让人察觉，但是在美杜莎警惕的时候就察觉到了，随后就是玉手一挥，一招能量攻击攻向这个隐藏在暗中的人。3. 小医仙终于来了，接着就是小医仙了。从预告来看，随着美杜莎出手攻击，隐藏在暗中的人不得不出现。这个人虽然身穿一身黑衣，还遮着脸只露出眼睛，但是看其小巧玲珑的身材，很明显是一个女子。不出意外的话，这个女子就是小医仙了。因为只有小医仙和萧炎知道这山谷的存在，除了萧炎也就小医仙会来这山谷。等了这么久，小医仙终于是现身了。不过此时的小医仙已经不是原来的小医仙了，是天毒女，出云帝国中赫赫有名的天毒女。4. 二女大战，最后就是二女大战了。美杜莎一看小医仙现身，当即就把她当成敌人，随后玉手一挥，手中出现一把剑，飞到空中迎战小医仙。小医仙不甘示弱，用出毒术，周身毒气环绕。这场大战可以说打得非常激烈，双剑相交，火花四溅，打到最后是小医仙选择了撤退。美杜莎因为担心萧炎的安全，所以就没有去追，这场大战也就此落下帷幕。